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事聚焦，我是美玲。今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当前正在持续升温的关税大战。这场看似只是经济层面的冲突呢，背后其实还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那么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呢？而且说不定呀，它就在哪一天，它就不只是个贸易的对抗，而是演变成为真正的热战了。近日呢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全球几十个国家启动对等关税政策，4月9号起正式生效。结果呢，短短几天，已经有将近70个国家主动联系白宫，希望呢可以尽快的谈判。但中共呢却走了相反的路，直接宣布从4月10号开始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34%的报复性关税。甚至呢，放话说要奉陪到底，态度可是很是强硬。而白宫呢，也是火速回应，4月9号起对中国商品再次加征50%的额外关税。这一下呢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新关税总税率呢，就已经飙升到了104%了。川普最新表示，鉴于中共对全球市场所表现出的缺乏尊重，我特此宣布，将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提高至125%，即刻生效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共将意识到剥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再可持续，也不可接受。川普说，相对的，基于75个以上的国家已经呼吁美国代表，包括商务部、财政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，来谈判有关贸易、贸易壁垒、关税、货币操纵和非货币关税等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这些国家在他强烈建议下，没有以任何方式报复美国。我已经批准了90天的暂停措施，并且呢，在此期间，互惠关税大幅降低至10%，也即刻生效。观察人士分析表示呢，北京这次态度异常的强硬，原因还不只是在外部，而是内部压力的使然。美方根本就没有打算找中方谈判，中共于是就强势出手，希望借民族主义情绪来稳住阵脚，转移焦点，缓解国内的危机。那么中方到底是怎么反制的呢？就在川普宣布加征关税以后呢，北京也在4月4号连出重拳，不仅对所有的美国产品加征34%的关税呢，还禁止6家美国企业参与中国相关的进出口业务。甚至呢，还对7种稀土相关的产品实施出口的管制。川普对此是非常的不满，发出通牒，如果中方不在4月8号之前撤回加征关税的措施，美方将从9号开始进一步对中国产品加征50%的关税。而这一威胁呢，也在9号凌晨的12点01分正式兑现了，税率直接高达了104%。那么紧接着，中共也加码反击，9号晚间宣布，从10号中午12点01开始，将对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提高到84%。那么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你加我84%，我也回你84%。这和2018年那次贸易战可是大不一样啊！那个时候呢，双方可是边打边谈，可这次呢，完全是针尖对麦芒。那么为什么这次中共要火力全开呢？政经评论员吴家龙分析表示，习近平这次可能看清楚川普根本就没有打算谈判，所以呢，干脆就摆出一副大国对决的姿态，营造出对外强硬的形象。其实更多的还是在给国内看，内部压力实在太大了，他必须要制造出我们要一致对外的氛围。而另外一位旅美评论员唐金远呢，也表示，这次中共呢选择一种完全不同的打法，不再按套路出牌，一上来呢就全面的反击，说明他们认定原来战术已经是完全无效了。那么他还指出呢，中国现在赌的是我们能扛得住这场关税战，甚至呢愿意让老百姓吃草，要硬顶下去。反观美国呢，只要物价涨一点点，就业受点影响，民众就可能会走上街头。这让人不禁想到了上个世纪的大跃进的悲剧。那场运动呢，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，数千万人因此而丧命。现如今，中共如果真要全民抗战，真的能够顶得住吗？那么还有评论认为呢，中共虽然现在在表面上是强硬，背地里呢却可能另有打算。独裁政权往往都要在群众面前装作很强硬，
但实际操作上呢，未必会这么激进，也许私底下正在酝酿着退让。北美时事评论员兰树认为呢，这场贸易战的终局很可能是美中脱钩会越来越明显。中共现在的反击呢，其实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使然。习近平想塑造自己对抗美国的国际领袖的形象，他不会轻易后退的。不过呢，想要拉拢反美联盟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，未来任何的贸易协议都要设立严密的规则，避免中共绕过关税借第三国出口。他还明确指出呢，北京根本就没有展现出想公平互惠跟美国谈判的意愿。事实上呀，中共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都没有兑现。截至2024年11月，他只完成了当初协议目标的60%。美国财政部长也说了，北京这次升级是一个重大的错误。而中共的算盘呢，想通过强硬的姿态拖垮川普政府的关税战，很可能是一场严重的误判。要知道，美国乃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额超过了5200亿美元，占了总出口的14.7%。那么，如果美国市场的大门一关，中国那些依赖出口的企业该怎么活呢？唐金岩指出，中国现在靠的就是出口这只独苗。那么，如果这条路也被堵死了，他们想把廉价商品转向欧洲、亚洲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恐怕又会引发其他国家的警觉。谁愿意让自己的市场被中国商品倾销呢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甚至在电话中还提醒李强，中方在转移产能上的角色很关键，欧洲对中国的过剩产能早就心存疑虑。那么总的来看呢，中共如今可是四面楚歌，习近平权力其实正在被削弱，国内外压力呢都在飙升。眼前这场加码升级的贸易战，中共真的能扛得下去吗？我们只能说凶多吉少。现在不少中共的五毛和小粉红呢，在网上带风向，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都是美国造成的。一些中国人呢，因此而对川普深恶痛绝。那美玲认为呢，中美关税战这场战争的背后呢，真正的元凶不是美国，也不是川普，而是中共，是习近平，是他把14亿中国人拖进了这场没有退路的豪赌当中。从2018年开始，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，目的很明确，就要求中共公平贸易、尊重知识产权、开放市场。这些要求呢，其实非常的正常，很合理。那说白了就是，你不能一边占我们的便宜，一边还想控制整个世界的秩序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中共不但不反省，还立刻把事件给升级了。习近平不想让步，因为他不想失去控制，他不在乎百姓日子有多么苦，他只想保住他的权利。他说，中国经济有韧性，能抗压，但你去问问老百姓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？工厂倒闭，小生意关门，房子卖不出去，年轻人毕业就失业，你说这是韧性还是硬撑？但习近平无所谓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打算解决这些问题，他宁可老百姓吃草也要硬扛。他嘴上说要自力更生，实际上呢，是要中国变成一个闭关锁国的集权国度，回到毛泽东的时代。他想赌美国会怕中国强硬就会让步，但真正赌上去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民生，是14亿人的未来。而美国这边呢，川普从头到尾讲得很清楚，只要中共遵守规则，我们就可以正常做生意。但习近平不信，他看什么都像是阴谋。他不相信自由贸易，也不相信市场，只相信斗争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你看现在中国不但是不谈判，还变本加厉的反击，搞什么要奉陪到底。那其实呢，这并不是什么奉陪，而是拿人民当筹码，是在赌命，是把整个中国经济推向了深渊。而且你有注意到没有，现在不是2018年了，美国这次根本就没给中共谈判的机会。川普上台第2天就直接开启了对等的关税，全球震惊。70多个国家赶紧联系白宫要求谈判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一边咬牙切齿地喊反击，一边升高报复性的关税，这不是强硬，而是无能。中共这一套民族主义的戏码，根本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搞砸经济的事实。
他不敢承认自己不守规则、不改恶习、不愿开放，才导致这场对抗无法收场。相反的，他转头告诉中国老百姓，看，是美国在欺负我们，是外国要遏制中国崛起。结果呢，老百姓又一次成为了牺牲品，被迫背锅。在美林看来呢，这次关税战的升级是由中共主动挑起的。川普的加征关税政策其实是针对全球不公平的贸易，而不是只针对中国。结果呢，是中共最激烈的反应，还故意升高对抗，甚至公开说要全面的反击。那么说到底呢，就是习近平不想被看成是软弱，宁可国家沉下去，也不愿意承认错误。他想的不是人民，而是他的权利。他怕让步以后呢，党内出现动荡，他的位置不保。所以呢，他宁可继续吹牛，中国人民能吃苦，有自信，东升西降。这些话呢，说起来都是振奋人心，但底下会有多少家庭为房贷发愁，又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，多少企业撑不下去而倒闭了。说到底，中共才是这场危机的根源。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，断绝了中国企业正常发展的机会，也让中国社会的未来呢越来越黑暗。他不是在反制美国，他是在拖着整个中国往悬崖走。所以我们得说清楚呀，这不是中美之争，而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背叛。如果今天中国是一个真正尊重法治、透明法治、有人民监督的国家，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吗？根本就不会。今天的中国不是输在国力，不是输在产业竞争，而是输在这个体制，输在中共这个只会斗争、从不认错、以牺牲人民为代价来维稳的政权。只要中共还在，中国就无法真正的站起来。这场关税战不是川普搞出的麻烦，是中共逼出来的代价。大家请看清谜底，不要被中共拖下深渊。好的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